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八极定乾坤。在孟村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，八极武术历经300多年的岁月沧桑，生生不息，源远流长。作为中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八极拳以其崩悍突击、贴身进发、迅疾多变，在中华武林独树一帜，绽放着中华武术得天独厚的魅力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魅力瑰宝，也为孟村沧州的八极故里武术之乡增添了神奇的色彩。说起八极拳，必然说吴中。八极拳的始祖吴中，字鸿生，清康熙51年生人，生于沧县后庄客村，今山东省庆云县后庄客村。因自幼丧父，衣食无着，难以生活。襁褓中由其母怀抱投奔孟村族人，在其年长族侄允明公及本族共帮之下，安家落户，长大成人。后开创吴氏开门八极拳，成为一代武术宗师。吴中自幼聪慧过人，勤奋好学，痴迷武术。8岁入清真寺诵经习文，15岁弃文习武，冶经多师，会通百家。就是传说吧，15岁的时候，晚上在院里练功夫，练着练着，外边有一个高人高声喝彩，练得好，真好。这武松呢就问来者何人？就飞身而入，这个人很厉害，飞身而入。我看着年轻少年练的日本好的功夫，非常佩服。这个武松就很夸赞了这个高人，跟他谈论武术。武松因为很年轻，15岁，人说的他没听说过，练的他没看见过，跟他比划，怎么比划怎么拜。武松呢就说：“我拜为老师。”这个来者说：“正有此意。”我说：“我这个素闻燕赵多慷慨之事，故来孟村，乃访友少热人。今见如此，终成可教。你15岁的孩子，终成可教，把这个东西教给你，教到这儿。”这么着，武松就给他拜帖收老师。3年后，吴中学有所成，这位高人欲离去，吴中哭拜于地道，唯以不知师之姓名为憾。其师慨然答：“凡之赖字者，皆勿徒也。”送别师傅后，吴中继续苦练，不曾懈怠。2年后，一自称赖之徒名皮者来到孟村，再访吴中，授以大枪奥妙，并赠八极秘诀1卷，故后有吴中授业于赖，精深于痞之说。赖与痞的真实姓名、何方人士，均是传说，无从考察。练武资质极佳的吴中得高人指点、贵人相助后，如虎添翼，加之勤学苦练，技艺飞速，很快领略了师傅所传授的武术精髓，日夜研修，终有所成，练成一套威力十足的拳法。
这套拳法刚猛暴烈，动如崩弓，发若炸雷，势动神随，急如闪电，以威猛多变、力达八方极远为特点。跃进中以势险而夺人，进击中以截短而取胜。其招数以挨、崩、挤、靠、戳、探、顶、抱、裹、挂、突、击为主。其动作取10大象形：龙、虎、熊、鸡、猿、鹏、鹤、驼、蛇、鹿之招式，在劲道上追求崩、探、突、击、换、戳、挤、靠；在步法上以阵脚、闯步为主，发招进攻以气催力，生助权威。据民国22年《苍县志》记载，雍正13年，吴中时年23岁，夜乘出游，途经福田少林寺，只身一人3进3出4门，无人可阻，且无一暗器着身，令众僧畏服。镇寺钦差赞其为无神枪，少林方丈赠其锦标一囊。后遇武林高手康大力、李章结为密友，并称武林3杰。此事逐渐传到北京，被康熙第14子寻秦郡王爱新觉罗胤禔知晓。胤禔生性狂傲，枪法高超，闻吴中有神枪之称，甚是不服，即刻下书招吴中比武。《苍县志》记载，终与胤禔教义，书端涂粉，以粉点为商计，不出几何，分瞻王眉心，王未决，却已有幻术。再试以面糊，仍着眉心而未决。胤禔折服，遂拜吴中为师。从此南京到北京，大枪属吴中之说震撼京城，愈传愈远。乾隆皇帝亲闻吴中力达八方极远之权力，挥拳题写“唯有太极安天下，无有八极定乾坤”14个大字。从此吴中之术被正式定名为八极拳。这个吴中爷叫八极拳，就乾隆爷就命，所以整个清王朝历代皇帝、历代王爷、高官贵人、周围的保镖都是八极拳的人，一直延续到溥仪。这个吴宗义啊，到了这个哪儿呢？躲着。这天住店了，住店了呢，以后这个店掌柜的跟你说，附近有一个村叫扫河堤，那么个村儿，这个村儿呢出了个邪性事儿，就是嘛呢，每天闹鬼，说闹鬼，他说嘛，他我们是天方教人，我们不信鬼，没有鬼。他说没有鬼，他说你不信你看看去吧。这天深更半夜了，这个宗爷身背大刀，就奔着这个扫河堤这个村去了。一进这个村，等了一会儿，这个鬼就出现了。哦，舌头荡着，哎呀，太吓人了。正在这个吴宗爷在后不跟着他，到了这一会儿正准备操门，一个老太太出来操门。啊，这个鬼这个东西，过去一脚就把门踢开，把这个老太太一脚就踹那儿了。宗爷一看坏了，把大刀一拿就上去了，跟着鬼那么一交手，只2个照面就把这鬼就踢发的，这一脚就踢那儿了。刀往脖梗上一撂，你是干嘛的？他把脚链就摘下来了。他说我为了混口饭吃，我就装鬼弄神，哎，闹的就通过他这么一闹呢，闹的这个整个村上，就说嘛吧，这个家神不安。在这个时候一看这个吴宗爷把他拧住胳膊，就送到当地刮腹去了。
从此以后，这个村上再也不闹鬼了。乾隆40年，吴忠因母亲生病而离开王府，返回家乡，在家乡设立武场，开门授徒。八极拳由家传走向社会，初时仅限于孟村镇周围村庄，后渐延伸至今县境内之罗坦、新县、杨村、地东、挂甲林、姚庄以及沧县南皮等地，但所受套路简单且不讲权理。当时有宁教一趟拳，不教一句言之说，前来求学者远及100里，全谱有资桑从学者几乎100里之外的记载，从而使八极拳作为一个新的门派现身于社会，名扬于武林。吴忠年近40，方得一女，名吴荣，习武。吴忠回家后已年逾6旬，将拳法传授于女儿。吴荣为了习武，年近30才嫁于海丰长拳高手戴氏，又学得太宗拳、太祖拳、桃花伞等技法，经其提炼改进后传回孟村。孟村的吴氏拳法更加精进。吴忠五子过继直重孙吴莹为后。吴莹字辉庭，太学生，文武兼备，征得吴忠同意，第一次将八极拳并吴忠晚年开门传艺的主张结合起来，注以武术，称开门八极拳。吴忠啊，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创造了八极拳，也不仅仅他的聪明才智，在他一生当中，在武术文化方面有3个突破。第一个突破了武术理论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惯例。过去啊，这个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武术理论，而只有他把伊斯兰教的无形论和道家的易经论、易学结合在一起，通过这2大宗教的理论的结合，揭示了这个八极拳，使八极拳呢更富有了它的这个灵魂，是吧？这是它的一个突破。第2个突破呢，就是突破了门派之间。这个八极拳，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是吴忠这个通过在各门各派的淬炼，汇通百家创立的八极拳。虽然它有一个以这个赖为主的这么一个前提，但是它吸纳了很多的各门各派的东西。没有啊，就是自己就守这一派，啊，这个，而且呢，他呢这个把这些东西和这个他的理论融合在一块儿，形成了一个既有灵魂又有进步的这么一个武术文化。这是他的第2个特点。第3个呢，就是他这个突破了这个民族之间。过去啊，这个回族武士教徒弟很多都是什么不吸纳外教的徒弟。如果你想跟着我学，那你必须得进教。吴忠在这方面呢，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开门授徒，不管是回族的、汉族的、远门的、近门的，只要你愿意学，我就教给你。说这在这个当时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。正因为这3个突破，才反映了吴忠博大的胸怀。
嘉庆7年10月15日，吴忠无疾而终，享年91岁。其一生承厚重义，武学精深，为中华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在民国22年沧县志文献志中，吴忠被作为第一个沧州武术人物立传记载，在中华武林中堪称8级祖师。商商千年文脉，泱泱万里武风。8极拳历经300多年的岁月积淀，早已驰骋江湖，笑傲武坛，并以裂变式发展，成为中华武林中的一朵奇葩。传习单位已发展至108所。天地之间，9州8极。8极拳流派体系的形成，凝聚着8极祖师吴忠的武术精神和技能智慧，更代表着千百年来中华武术的至高境界。8极始祖吴忠值得人们永远铭记，历代传颂。